大小姐，前面就是城南30里铺，您要下车歇息吗？不了，直接进城。不回侯府，去趟安心坊。是，大小姐。是。大小姐，安心坊是什么地方？是太后娘娘宫里的魏公公的私宅。您要去找魏公公？咱们不是应该先回家拜见侯爷和夫人吗？回侯府？若是我直接回了侯府，那和我前世有什么区别？无妨，直接去就是了。我叫洛宁，上一世我为太后挡了刺客的致命一刀而身受重伤，所谓的侯府也因为我这一刀享受了荣华富贵。可我因为伤及肺腑，伤口迟迟不能痊愈。父亲说想让我到南方养伤。灵儿啊，番禺有处宅子是父亲留给你的啊，北方干冷，不适合你养伤，你先去那边住几年。可我这一去就是3年，待我伤好回了京城，家中却突然多出一位表妹。她住着我的院子，用着我的月例和丫鬟，父亲母亲待她的好，早已超过待我的100倍之多。兄长也更加疼爱我这位突然到来的表妹，就连祖母也把我叫到房中，说要我大度一点，好生对这位妹妹。妹妹，我是侯府的大小姐，哪里有什么妹妹？洛宁，我才发现，你真的处处都比不上蓉儿。宁儿不过是一个县主之位，给蓉儿又如何？洛宁，哎呀！我将宅院砸得稀碎，在侯府大吵大闹，可我只想要一个说法，他们却到处说我发了狂，得了疯病。把他关起来，永远别出来见人，疯疯癫癫成什么样子？是，老爷。蓉儿得到的这一切，可要多谢姐姐。你会得到报应的，你会得到报应的。我就在侯府睁着眼，看着这一天到来。后来，我被关了起来，没了丫鬟，没了银子，没了身份，只能被关在一个四方小屋里等死。可能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吧。在冬日的一个明媚清晨，我死了。冬日的太阳是那么温暖，可我的心里只有怨恨。我死后没能下轮回，而是做了18年野鬼。我看着侯府上下只草草地处理了我的尸首，没有立碑，没有丧礼。我看着侯府一点点倒塌，看着所有辜负我的人都惨死，我心中有过一阵快意。如果我能亲手复仇，如果我不只是野鬼，如果我还是洛宁，如果回到最开始……小姐您醒醒！小姐，安心坊到了。没想到我洛宁真的重生了，那就从头改变这一切吧。魏公公，谁呀？
是我，洛宁。陆大小姐。哎呀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您去养病，怎么样了？早已痊愈，多谢公公挂念。今日刚进城，想去拜见太后娘娘，又怕宫门深。奴才带您去。奴才刚刚在院子里收拾这些花草，身上有些脏，劳烦小姐稍作歇息。公公慢慢收拾即可，我回马车上等着去。洛宁挡那一刀时，魏公公也在太后的身边，他亲眼所见。等顺利到了寿成宫，见到了太后崔氏，太后始终不忘旧情。来，瞧着长高了些啊。养得不错，水灵俏丽，哀家喜欢。前世，洛宁回城后屡次提出去见太后，他母亲不许。你去太后跟前，不过是挟恩图报，会害死我们。太后也托人问了几次，实在无法，才没了音讯。洛宁死后，太后在法华寺点了15年的灯，求他投个好胎，富贵康健。多谢娘娘挂念，民女一切都好。想要什么呀？都同哀家说。您手腕上这串佛珠，能否赏了民女？民女想借佛光与您的恩赏，谋求前路太平。好啊，喏，他不客气，不推辞，太后反而心头温暖。太后极力想要替洛宁做点什么，她当即把常年戴在腕上的佛珠退下来，送给洛宁。两人又闲话琐事，洛宁没有半分拘谨，言语爽利流畅，跟太后讲述南边庄子的种种趣事，话语里甚至有些俏皮，逗得太后开怀。宁儿啊，不妨在哀家这儿用午膳吧。多谢太后，可民女刚入城门，尚未拜见祖母与双亲，改日再来叨扰太后娘娘。魏公公，去送送宁儿。奴才遵旨。洛宁目的达成，把佛珠仔细收好，回了镇南侯府。侯府门口很宽敞，巍峨门楼扩大丹池，2只大狮子威武气派，朱红大门沉重高大，门脖锃亮金黄。谁能想到啊，这里的主人3年前还只是个正3品的武将。镇南侯府的门匾是洛宁挨那一刀后，皇帝为了表示孝道，褒奖洛宁对太后的救命之恩，赏赐洛家的。宅子也是御赐的。这恢宏门匾如此光洁，染了洛宁的血。啊，什么人？是大小姐回来了。快下门槛，让大小姐的马车进去。哎呀，哪来的什么大小姐？许是还没接到信。是，劳烦公公也跟着我等一等。无妨无妨，奴才今日是专程送大小姐回府的。走西边角门，大门的门槛无令轻易不能下。大小姐回府，此乃大事，怎么可以走角门呢？请大小姐见谅，这是规矩。侯府今时不同往日，马车进门都是走角门。大小姐许久没回府，往后就慢慢知道了。魏公公见状，心头诧异，又很快明白过来，无非是侯府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。请镇南侯出来，咱家有太后娘娘口谕。一品，老公公，您这是？休得无礼，快去回禀。前世里，
洛宁被阻拦门口，他的马车只得从角门进府，从此被府里一众下人看不起。洛宁顺利地进了镇南侯府，这个属于他的地方。魏公公闲话几句，便回宫复命了。阿宁的院子收拾得怎么样了？惠妇院早已收拾妥当。娘，我的文启院呢？文启院如今住了人，惠妇院一样的，在东正院的后面。你回来了，娘想要和你住得近。可我还是愿意住文启院，当年差点死了，住到文启院才慢慢好转。那地方与我呀是福地，既然已经住了人，那我先住祖母的暖阁，等收拾出来了我再回去。哦，对了，那么好的院子住了谁啊？是大哥大嫂住进去了吗？他看向大嫂，嫂子，妹妹在娘家住不了几年，能否疼一疼我？等我出了阁，侯府全是你们的，何必着急这一时呢？姐姐，是我住了文启院。你大嫂难产，是阿荣请来了名医，救了他们母子一命。他是侯府的恩人。阿宁，你是个懂事孩子，惠妇院一样可以住的。叫我忍上？没有我洛宁，哪有这侯府？更别说什么文启院了。祖母啊，让我住您这里吧。您看啊，我都17了，您与娘不替我寻个婆家？好孩子，你越发大方爽利了。住这里也行，别难过。是。啊，怎么以前没见过这位表妹啊？是你大舅舅的嫡女，之前寄养在外地，怕继母迫害她。你没见过她？洛宁摇摇头。没有，她跟我娘长得很像。侄女像姑，有福气。你大哥说他见过。当然见过了，他们才是亲兄妹。他不吵也不闹，在西正院住下，陪伴着祖母。阿宁回来了，还是赶紧给阿荣腾挪院子啊！慧能首座指点的，文启院位置正适合阿荣住。我想阿宁可以理解的，他一向懂事。惠妇院就在咱们正后头，小门相通呢，方便他与父母亲厚，他应该能接受。内宅琐事，听你做主。娘啊，真是日夜思念你。要不是有你表妹相伴，恐怕缠绵病榻，你回来就见不到娘了。母亲哭着拉了洛宁的手。娘辛苦了。你表妹之前被掩着了，病了些日子，法华寺的首座和尚指点了方位，叫她住文启院，才压得住。阿宁，你才回来，切不可恃宠而骄，计较太多。你想想，你受伤，天家才赏赐了这侯府，你爹爹面子不太光彩，时时提起呀，叫你爹颜面扫地，岂不是你不好？施恩不图报，何父才会感激你？如果爹爹觉得面上不光彩，可以请辞，叫天家封赏我一个郡主。母亲被噎住。阿宁，你这是糊涂话了，哪有女儿家越过父亲封郡主的，都是受父恩。娘，爹爹封了侯，你也得了诰命，这么大的府邸，你也说是因为我受伤救太后而得，怎么不替我表表功呢？功是要别人说的，娘你也不能说吗？不好自卖自夸。既然你们心里有数，女儿想要回自己的院子，是很过分的要求吗？阿宁，
你没规矩。母亲想到是魏公公送她回来的，又忍住了脾气。阿宁，住哪里都是一样，文启院并不比惠福院高贵，不重要，你莫要盯着蝇头小利。既然都是一样，不重要，那就还给我吧。你变了，阿宁。你怎么变得如此固执、粗俗、不通礼数？娘，您这句话女儿不解。女儿回家了想住自己的院子，很过分吗？需要女儿请太后娘娘来主持公道吗？这话一出，母亲眼底有了惊怒，她再也说不出话了。而白慈荣到了侯夫人的院子，低声劝她别生气。姑姑，我会搬出来的。不行，我有办法，到时候叫老夫人劝阿宁吧。腊月天寒，过几天便是腊八节。信佛的人是很在乎这一日的，因为腊八节也叫法宝节，佛门会做法事散佛粥。每年这一日，法华寺的厢房都订满，佛斋更是精致奢华，一桌需要500两银子。可饶是如此昂贵，没点身份地位的都订不到。半下午时，洛宁陪着祖母正在捡佛豆，他母亲来了，身边还跟着那个白慈荣。娘，阿荣有个好消息告诉您。什么好消息？祖母，我订到了法华寺的素斋，是腊月初8法宝节那一日的。怎么订到的？慧能首座帮了忙，他与我有些私交，要不然500两银子一桌的素斋，咱们也抢不到。哎，又叫你破费了。这是大日子，孙女只想尽孝。听说腊八这日的素斋一共才6桌，至少500两银子一桌。是，这一日都抢，京里信佛的人多。圣京光望族就不止6户，还有皇亲国戚。祖母啊，这不是得罪人吗？这能订到的就是有佛缘，信佛的人不会生气，只会羡慕老夫人的缘分深。祖母，还是退了吧。姐姐，是我欠考虑，您放心，慧能首座会出面担保的，不叫咱们得罪人。退了吧，祖母，此事不善。那就算了，今年的法宝节我去烧一炷香就行。他没有老糊涂，院子应该还给孙女洛宁，这是洛宁应得的，所以他只能忍痛割爱，站洛宁这边。侯夫人带着白慈荣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出去。腊月初6，盛京开始下雪，到了初8那日，洛家安排马车的时候，出行都已经有点困难了。可腊八是大节，老夫人必定要去法华寺烧香的，洛宁陪同。侯夫人白氏、白慈荣以及洛宁的2位神母、庶妹、堂妹等人皆要随行。有人低声抱怨：路上难走，山路也不易行，好冷啊！首座讲经的大殿位置也是要预定的，不过此事2月前就敲定了，老夫人有位置。老夫人进入大殿之后，有不少人与她寒暄。慧能首座瞧见了他手里的佛珠，念了声佛：阿弥陀佛。洛老夫人，好造化。其他人纷纷看过来，贵妇们都认识，当年第一高僧玄妙和尚亲手雕刻的紫檀木佛珠，他佩戴了70年，在他120岁圆寂的前一日，将这串佛珠送给了崔氏6小姐。崔氏6小姐次年封为太子妃，再顺利地封为了皇后，为皇族诞下了4位皇子1位公主，帝后琴瑟和鸣，贵不可言。
如今崔氏便乃当朝太后了。一瞬之间，大殿之内人人起身与骆老夫人寒暄，包括最鼎盛门阀崔家的夫人。礼佛结束后，崔夫人还盛情邀请：骆老夫人，您若没有订素斋，一同用膳吧。骆老夫人牢记孙女的话，切不可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免得烈火烹油。天儿不好，儿媳孙女儿都在门口候着，得回去了。夫人美意亏领了。下山的时候，老夫人忍不住得意，说起了方才之事。洛宁的母亲白氏忍不住说：娘，您怎么不同崔夫人用膳？先回去吧。娘，您当时没吃素斋吧？没有，原本阿荣定了的，幸好阿宁有远见，叫我只拿佛珠，不吃素斋，要不然今天挨骂的就有你了。咱们这爵位是阿宁受伤后皇帝恩赐的，本就不牢固，没有实打实的功勋，说不定陛下一生气就只夺了去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差点酿成大祸了。快起来，怎么怪你？不是退了吗？一点事儿没有，怎么哭了？我是后怕。你这个傻孩子。快坐吧，别哭了。没说你有错，你是一片孝心，只是运气差了点儿。阿宁是兴旺之女，运气极佳，她一回来就替咱们免了一灾。此话不错。夫人，文祈院3日内收拾出来。阿宁回京已经快10日了，还在娘这里住，不像话。多谢爹爹，女儿倒是愿意陪伴祖母，只是怕打扰祖母，能回去住自然最好了。娘，大伯母为何不喜欢大姐姐？回去的路上，堂妹洛婉问自己的母亲：打小就不喜欢她，为何呀？是亲生女儿啊。生她的时候大出血，差点死了，救回来后手脚半年才能动弹。从那之后，她就看不惯阿宁。大姐姐有些可怜，大伯不关心内宅，大伯母把侄女看得比亲生女儿亲。二夫人心中也纳闷儿，不过大夫人白氏的确是一直讨厌洛宁的，二夫人还见过她打洛宁。那个时候的洛宁还不到5岁，什么也不懂，大夫人用鞋底抽打她的嘴。此事老夫人并不知道，二夫人只是妯娌，依仗着长房生活，她也不敢作声。后来大夫人对外说，洛宁是自己在炕沿上磕肿了嘴。阿宁变了很多，以前性子急又撑不住，如今长大了，稳重内敛，涵养功夫了得。娘，大伯母想把侄女当侯府嫡女养，她好大野心啊！还好大姐姐厉害，咱们家的好处凭什么给姓白的占了去？你消停，别叫人听了去。你之前用的那2个2等丫鬟还要吗？我如今有人用，秋华、秋兰服侍得很好，提拔他们做2等丫鬟。其他丫鬟已经是表妹用习惯了的，我极好夺人所爱。你们口中的大方，我也会。阿宁，娘真替你发愁，你这样不给自己留后路，将来会吃亏的。你好自为之。阿宁，一点恩情迟早要败光，到时候谁护你？娘，侯府一日不倒，我的恩情就一日不散，是不是？白氏甩袖而去。
老夫人那边又给洛宁送了1名管事的婆子，2个3等小丫鬟。这个婆子是洛宁指名道姓要的。前世，孔妈妈替洛宁挡了一次灾，死了。往后，孔妈妈管院子里各处调度，秋花管钱，秋兰管衣裳首饰。洛宁搬进来想要北角门的钥匙，当然了，他的母亲白氏不肯给。要钥匙做什么？规格千金，难道要擅自从内角门出去？不成体统。翌日，他进宫去看望太后娘娘，归还佛珠。去了法华寺，才知道这条佛珠如此名贵，是娘娘的心爱之物。如今还璧归赵，不敢贪心。你想要点什么？哀家呀，想要报答你。陛下赐了府邸与爵位，娘娘给了太多了。那是陛下给的。以孝治天下，他是彰显他的孝道，不是哀家给的。娘娘，民女只想求一事。告诉哀家，你想要什么呀？民女在南边养病，闲暇无聊，跟一位道长学了点占卜术数。民女有个预言，想说与太后听，还请太后恩准。你且说来听听。洛宁便细细地说给太后听。太后听罢，眉头微锁。两人说着话呢，内侍进来通禀：娘娘，雍王殿下到了。长英大将军也来了。芝麻，他做了鬼后，人看不见他，但是一条狗可以，他能看到洛宁。洛宁时常逗他玩，他总是深夜跑出来找洛宁，陪着洛宁。母后。洛宁刚刚看清男人，狗就扑向了他。狗凑到了洛宁跟前，嗅了嗅他。洛宁也如往常那样抬起手，轻轻柔柔地摸了摸他的头。大狗扑通一下在他面前躺下了，翻着肚皮求抚摸。太后和刚刚进殿的雍王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。长英。预备着享受顺毛的大狗一咕噜爬起来，乖乖跑回到男人脚边。用了什么办法叫本王的大将军亲近你？民女见过王爷。凑近几分，甚至嗅了一下，想要知道是什么香料对他的狗如此有效，但他没有嗅到，只有淡淡的脂粉气。庸俗。这是洛大小姐，她呀，就是替哀家挡刀的人。起来吧。黑狗偷摸打量他，莫名的想要靠近。这狗啊，通人性。怎么带进宫了？回头御史台又得参你了。没少骂我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求见。她是本朝皇后，8年之后雍王登基，新朝皇后仍是她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是洛小姐吧？快起身。这狗真吓人。黑狗冲郑皇后呲牙，又被主人的眼神吓退，继续趴在地上。郑皇后收回视线，夸洛宁忠诚，拼死替太后挡刀。说到动情之处，甚至声音微哽。太后笑着安抚他：母后，洛小姐是否议亲了？阿宁啊，你可有婚约呀？还没有。我倒是想替洛小姐做媒。可有人选？人选有很多，此事要从长计议。女儿家面皮薄，别当着阿宁的面说。听闻镇南侯府有位表小姐，才情过人，容貌绝俗，乃京城贵女之首，传言可真？娘娘，民女才回京，消息远不如内宫通透。不过表妹的确温柔聪颖，侯府无人不爱她。洛宁小坐后，时辰不早了，起身要告辞。太后又叫魏公公送她。郑皇后的宫里也有事，洛宁起身之后，她也告辞了。她甚至送了洛宁一小段路。常到宫里来，陪母后解解闷儿。本宫执掌6宫，琐事繁忙，
时常无暇尽孝。你能逗太后开怀，便是天下至孝了。洛宁应是。你平时喜好什么呀？除了看看书，就是耍鞭。还会用鞭？那当真算得上文武双全了。不敢当，娘娘就是耍着玩的。聊了半日的时间，才放了洛宁走。今年20了，也该有个王妃了。御史台催着礼部，礼部又烦陛下，要不然皇后也不会急慌慌来提此事，替陛下分忧。再说，洛小姐如何？单看她美丽，可性格沉稳内秀，不觉她多光滑。立在皇后身旁时，竟是丝毫不输，难得的美人儿。母后抬举她了。那她家里那位表妹呢？在京城名声显赫呀。一个表姑娘闹出这么大的声望，野心不小，为的就是攀附，人品堪忧，还不如洛宁。你若顽固，哀家请陛下圣旨赐婚，倒是由不得你。那只好麻烦洛小姐早日去投胎，下辈子重新做个好人。放肆！他是你母后的救命恩人。推他入火坑，恩将仇报，母后这样报答恩人，我不喜他，不能善待他。既是恩人，怎么钱财上如此刻薄？他浑身上下无一件心意，也无太多首饰，早已赏赐过了侯府。赏赐东西能落入他手？镇南侯乃他父亲，她是嫡长女，又是恩女，理应捧在掌心的。说着就微微拧眉。不会判断有误吧？母后与其替他谋姻缘，不如借着过年直接赏他一些东西，更实用。雍王站起身，他招呼一声，黑狗屁颠屁颠地爬起来，跟着他出去了。太后想起了他的话，沉吟起来。不管什么赏赐，自然要送到镇南侯府，而不是越过侯府直接赏赐给他，这不合规矩。洛宁不诉苦，面上也无半分愁容，太后也看不出来他在家里过得如何。2次进宫，他都没有叫他的祖母和母亲陪伴，特别是他母亲，在洛宁的父亲封侯时被封为了1品诰命夫人，他是有资格进宫求见太后的。来人！太后娘娘，准备金100两，银3000两，另有10新布料、首饰，着人送去镇南侯府。特下一旨，送给大小姐洛氏阿宁。是。把南边进贡的浮光玉锦也拿出来，送给洛氏阿宁。浮光玉锦是2个月前进贡的，一共12匹，太后留了2匹，剩下的给了皇后。皇后赏了贵妃与外命妇，自己只留2匹。最终6匹浮光玉锦流于望族门第，引来无数吹捧。太后娘家侄女儿娇憨大胆，还向她讨要，太后没给她。现在她拿出来给洛宁，如此贵重的东西，可以试探出侯府对洛宁的态度。洛宁回到镇南侯府时，已经是半下午了。他先去见过祖母，而后去拜见母亲侯府大夫人白氏。阿宁，你时常进宫去打扰太后娘娘，恐怕会惹人嫌。洛宁表情平静，笑容甜柔。太后娘娘倒是不凡，今日还遇到了皇后娘娘，她叫我时常去宫里坐坐。白氏眼神微闪，有羡慕也有嫉妒，就是没有半点为洛宁高兴。前世洛宁对母亲的态度总是费解，而死了10几年后，他才接受了一个事实，哪怕是自己生的也会恨，不输对仇人的恨。很荒诞，不过人世本就荒唐啊。他生母白氏是个没有伦理、没有羞辱感的女人。阿宁，你性格平庸，不太会讨人喜欢，娘总是担心你得罪了人，连累侯府。下次你进宫，娘陪你去。他总是这样贬损他，踩低他。洛宁笑了一下，他才不平庸呢，他有趣得很。做鬼10几年，除了黑狗之外，风都不知晓他的存在，他依旧怡然自得。下次再说吧，娘。
文启院住得如何？很轻的一句话，把怨毒藏得很深。很舒服，文启院位置好，侯府最枢纽。我住在那里，才感觉自己挨了那一刀，养了3年的病都有意义。白氏面颊微微一抽，他只得叫洛宁回去。晚些时，大夫人白氏眼睛发红，情绪低落。长子洛银、小儿子洛佑以及白慈荣去看望他，同他一起用晚膳，都瞧出了他的异样。又是被阿宁气的。唉，我不知拿他如何是好，好心教导他，免得他挟恩骄纵，自取灭亡。他一句也不听，缺乏教养。咱们家有运气，陛下才封爵，多少人为天家卖命，挨一刀算什么大功劳？小儿子洛佑不说话，只默默吃饭。大哥别生气，阿宁姐刚回来，有些生疏，慢慢熟悉就好了。姑姑也别担忧，阿宁姐会好起来的。她是心里没底，才不停拿她的功劳说事，慢慢的她会戒骄戒躁。做娘的少不得要操心的。娘，您别娇惯她，她不听话，该教训的时候别手软。白氏点头应下。翌日，太后娘娘的赏赐到了镇南侯府。镇南侯骆崇业率何府接旨，却发现赏赐是单给洛宁一个人的，人人惊讶。洛宁是没有身份的，她只是个未出阁的千金，她是没有资格接赏的。洛宁接了赏，魏公公带着几名内侍，把赏赐直接送去了文启院。大夫人白氏带着众人也来到了文启院，笑靥璀璨。阿宁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连带着娘脸上也光彩。阿宁姐，可喜可贺，太后娘娘时刻不忘你。娘娘仁慈。快给我们瞧瞧浮光玉锦，只远远的见过郑家4小姐穿。不急，下次我做出来了，你们再看吧。正是这话，叫库房来替大小姐收拾，都入库吧。收拾妥当，阿宁也要休息了。娘，这些东西是太后赏赐，不入宫中的库，我自己收着就行。阿宁，文启院难道要造反吗？你们吃的用的哪样不是宫中出？况且你未嫁，女儿家连性命都是父母的，这是太后赏赐的东西，难道我们贪图它？我知道娘不会，只是太后一纸封赏，我若是将他们搬入库房，这是陷父母于不义。太后恩情远大过侯府家规。娘，到时候御史台参一本侯府贪没女儿的赏赐，爹爹该何等苦恼啊！御史台参奏不算大事，传到圣经名门望族耳朵里，怕是要笑话咱们家没有见过太后赏赐，做出错事，从此背上了没见过世面的坏名声，恐怕对每个人都不好。阿宁说的是。说完他们就走了。重活了就好好活，心如止水的活着。我是我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亲人，我不再奢望他们。大小姐实在不懂事，这样顶撞夫人。浮光玉锦不错，可以做2件衣裳，正月宴席时候穿。那阿宁姐可以大出风头。不会，你到时候会大出风头。阿宁她呀，鲜花着锦，不能再张扬了。姑姑，您要给我？自然了，有了好东西都是你的。好孩子啊，我恨不能把这颗心、这条命都给你。你小时候吃了太多苦。不，能到您身边，所有的苦都不值一提。只是阿宁姐不肯给的。放心，她会乖乖拿出来。娘。文启院内人人欢喜，太后赏赐有3000现银、100两重的金叶子，这些赶得上整个侯府上下百人2年多的花销了，缓解了洛宁的窘迫。大小姐，大夫人不太高兴，她是您的亲娘，自然不会害您的，也许您应该听她吩咐。我娘身边有个表妹，她偏心了。您不在的日子，大夫人时刻念叨着你，她只是思女心切，才用表小姐解相思，在她心里还是您最重要。这些事您是亲眼瞧见还是听人说的？孔妈妈一愣，听厨房上的婆子们说的。厨房上的婆子全是我娘的亲信，他们的话就是故意说给全府的人听的，否则
这么个表小姐，借助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旁人不说闲话吗？既如此思念我，怎不去南边庄子陪我？不陪也行，去看望我一回，派人时刻送信送礼物，才是做娘该有的。都没有，说什么想念，好空的一句话。你看，我重病养伤，人在千里之外，才是真的思乡心切，夜不能寐。结果，只是表小姐在侯府生根落足的踏脚石。不要再提了，收拾东西吧。咱们有太后娘娘撑腰，还有钱，怕什么？这个侯府可是我赚回来的。孔妈妈应是，第2日就高兴不起来了。文启院是没有小厨房的，大厨房送过来的饭菜很敷衍，很难吃，而明面上又挑不出什么错来。转眼时间到了腊月15，洛宁永远记得这一日，前世他回府后最糟糕的一日，他差点就死了。把我的长鞭给我。秋华习武有一身还不错的功夫，平时保管洛宁的长鞭。洛宁在南边就是跟着秋华的父亲学了耍鞭。大小姐，婢子替您拿着。没事，我自己拿。你去趟宋姨娘的院子，看看我爹起床了没有。然后富儿跟秋华低语几句，吩咐他行事，叫秋华把金叶子塞给宋姨娘。秋华应是。和前世一样，在西正院旁边的小人工湖旁遇到了他大哥大嫂，带着孩子过来请安。洛宁尚未走近，他就借口发难，高声厉喝他：瞧见了大哥大嫂，你视若不见。大哥大嫂，没规矩，非要点你才知道叫人。大哥，我才瞧见你，你这样苛责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哼，你问我，你连母亲都能忤逆，是觉得自己哪里做得好？这话我就不太懂，母亲并没有指责我不孝。大哥，别是有什么误会吧？巧言令色，洛家怎么出你这种东西？大哥，好好的你寻我晦气做什么？放肆！我不过是点你2句，你竟敢诘问我？看你的样子，简直是把自己当侯府的天了。跪下！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不知天高地厚，迟早闯祸。我要替父母教训你。无缘无故的就要教训我？大哥，你越俎代庖了。父母尚未发话，大哥眼里还有父亲吗？你还敢顶嘴？跪下，否则别怪我动手。他举起剑鞘就要打洛宁，他一甩袖中长鞭，长鞭卷了大哥的佩剑，佩剑落了地。你敢行凶？逆子，是你行凶在前。他听说这边出了事，就急急忙忙赶过来，把洛银的刁难看得一清二楚。不仅为难妹妹，还要动手啊！这岂有半分兄长的样子？还被妹妹夺了佩剑，无能！父亲是个武将，他脾气火爆，见长子如此没用又刻薄，他怒意翻涌，抬脚就踹向了他，把他踹进了小湖里。公爹，公爹息怒！大嫂吓得跪地求情。洛宁看着在冰水中扑腾的大哥，眼神平静。大哥洛银湿漉漉的一身从湖中爬出来，还被父亲罚跪，他冷得齿关颤抖。母亲与表妹白慈荣很快也赶了过来。侯爷，天这样冷，阿姨要冻伤了，叫她先回去更衣，再罚跪吧。哎呀，这逆子，一大清早刁难妹妹。铜锣2扇敲，阿银也不无辜，只是太冷了。侯爷，她是读书人，侯爷先叫她更衣，再打骂不迟。洛宁就站在旁边呢，他的丫鬟管事孔妈妈也都跟着他。听到了白氏这句话，孔妈妈心头骇然，侯夫人说的是什么话呀？铜锣2扇敲，阿银也不无辜，这简直就是在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都是大小姐的错，大少爷是被大小姐牵连的了。夫人太偏心了。大小姐之前说夫人偏心，孔妈妈还以为是女儿家敏感多疑，可此刻孔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还不快滚去更衣！她抬起眸子狠狠地看了一眼洛宁。洛宁只微微一笑，回视他。大哥怎么瞪我呀？是不服气爹爹的惩罚吗？洛银收敛表情。不敢。哎，阿宁，你也太恃宠而骄，侯爷疼你，也纵得你如此。快回去吧，风大了。洛宁想起了前世，
自己落水之后，愣是被他们留在原地半个时辰，差点发烧而亡。他笑容就越发明艳了。爹娘一向最疼我的，不过侯府规矩，大哥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啊。来祖母这里请安，随手带着开刃的佩剑。孽障，跪下！他厉喝出声，声音高亢的他面颊都红了。你在此处跪2个时辰，反省反省。侯爷，你再求情也陪着他跪。镇南侯丢下这么一句话，便甩袖而去了。阿宁，你太过分了！这是你血亲兄长，你怎如此恶毒？娘，您说女儿恶毒？原来娘这样讨厌我，在娘的心里，只有大哥和阿荣表妹吧？我和小弟这么不讨娘的喜欢，难道只有大哥和阿荣是娘亲生的？一席话似是抱怨，可是心里有鬼的人却吓得肝胆俱裂。洛宁不单单说他自己，还特意提了他的弟弟洛佑，让侯夫人疑心他是察觉到了什么。是吗？娘，糊涂话。算了算了，儿大不由娘。你们兄妹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求情里外不是人，任由你们闹吧。我真是作孽，走鬼门关生你们。阿荣是你表妹，她可怜的从小没娘，你也要吃醋。尤其是你阿宁，娘生你的时候大出血，半年手脚不能动弹，至今落下隐疾。听到母亲的话，心会不由自主的抽痛。可是做了10几年鬼的灵魂却已经看透了，他用他的命还过母亲了，他真正做到了割骨剔肉，还了生恩，两不相欠了。洛宁也去了老夫人院子，老夫人也帮着劝了镇南侯，叫他跪半个时辰吧，快要过年了，别冻病了他，无人帮衬你理事。去，看着大少爷跪半个时辰，叫他回去。是。请安的人都来了，每个人都要路过那条路，都会瞧见大少爷湿漉漉的跪在湖边，议论不休。唐梅落婉的眼睛都亮了，对二夫人说：大姐姐真有能耐。长房母子几人，怎离心到了如此地步？表小姐就这么好，除了长得漂亮，人有钱又练达，到底只是亲戚，怎么比亲女儿、亲妹子还重要？那个表小姐实在很诡异。二夫人虽然受过表小姐的好处，却还是忍不住要多心。请安后，洛宁留在了西正院，陪着老夫人捡佛豆。老夫人叫洛宁把早上的事情再讲一遍，想听一听他的说法。洛宁如实讲述。方才镇南侯等人避重就轻，没说洛银先出手要打洛宁。不该和他争执的，他将来要成爵，你嫁出去了要靠娘家，咱们女人没有依傍立不起来。多谢祖母教导，我都明白。老夫人不再说什么了。腊月20，突厥使臣入朝，皇帝在隆福殿设宴奏乐。宴席之前，太后到了皇帝的寝宫，同他说了几句话。此次突厥使臣入朝，皇帝要处处小心，隆福殿可能走水，要提早预防好救火之物。母后太谨慎了，突厥被七弟打得无还手之力，不敢行刺。太后想起了洛宁的话，腊月20日可能会有火灾，隆福殿要多加小心。一旦此事预测准了，还请太后继臣女一钩。太后听了洛宁的话有点费解，她以为最近肯定是不会动用隆福殿的，可没过几日就听说突厥使臣入朝。你说阿宁猜得准了？隆福殿一旦走水，怕是会伤及陛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皇帝对母亲敬畏有加，哪怕觉得母亲琐碎的烦人，也没有出言反驳，而是点点头。朕加派侍卫。这晚隆福殿很热闹，然而舞姬中有人行刺，目标却不是皇帝，而是那突厥使臣，突厥的二皇子。皇帝提前加了1倍的侍卫，事发很突然，却又因为有了防备，那舞姬被当场射杀。领舞的舞姬倏然自焚，又把火把扔向了酒壶与其他敷衍的大臣处，殿内又是一场混乱。好在早已预备了救火之物，要知道一般情况下，这些救火的水桶是放在外面，而不是殿内的。但
在混乱结束后，皇帝去了太后的长寿宫，他心有余悸。这些武姬是贵妃训练了多时的，朕对她一向不设防。要是没有防备，突厥使臣死了，恐怕和谈又得破灭。雍王萧怀风13岁在边疆，7年时间打得突厥退守山脉，无还手之力。突厥承诺要进贡纳税，换取20年的休养生息。但如果使臣死在了盛京，恐怕会激起突厥的仇恨之心，不消2年，边疆再起祸乱。而二皇子他是很亲盛京的，一直主张和平，他也有希望继位，成为新的可汗。冯氏贼心不死啊！贵妃出身冯氏，与前朝瓜葛很深，太后一直不太喜欢她，无奈皇帝中意。贵妃盛宠多年，竟是如此胆大包天，皇帝已经赐了她毒酒。母后，您替儿子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母后大恩，儿子永不忘。太后请他坐下，笑着对他说：不是哀家的功劳，是阿宁。阿宁3年前替哀家挡了那一刀的骆将军的女儿，现在是镇南侯府嫡小姐。她有这本事？阿宁是会一些术数的，朕要赏她。圣旨给她指一门婚姻，如何呀？母后可有人选？你七弟呢？母后，骆小姐能否配得上七弟？人品与容貌都是绝佳，只是家世稍差。无妨，如今也是堂堂正正的侯府千金，哪怕根基浅了些。皇帝想了一下，自然很满意。母亲此举仍是打压七弟，叫皇帝安心。谁不想得母亲偏爱呢？而皇帝放心，七弟也会更安全。这估计便是母亲的考虑吧，怕七弟功高震主。雍王回京半年，行事乖张，御史台成天的参奏他。按说皇帝应该发作1、2回，申斥雍王收敛的，但是他没这么做。他越是纵容，太后便越是心惊。雍王的妻族一定要选一个门第中等的。洛宁实在是温婉美丽，又端方得体，太后很满意。朕问过了七弟，再圣旨赐婚。母后，您先同七弟说一声，万一他抗旨，朕不知如何是好。龙福殿之事很快传开，连镇南侯府也在议论。至于洛宁的预言，太后与皇帝却没有对外说。树大招风啊，刺杀失败也会给洛宁惹愁。太后下旨召洛宁进宫，洛宁的母亲白氏想要跟着一块儿去，等她更衣到文启院找洛宁的时候，洛宁已经出门了。白氏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对着孔妈妈等人苦笑了一下，轻轻摇头，对洛宁极其失望，回去了。这是100两的金叶子，陛下赏赐。民女谢过太后娘娘，谢陛下。太后叫她起身，两人说着话，太后便说她这一次预测得很准。娘娘，民女只是学的皮毛，偷窥天机会减福寿，往后不敢轻下妄言。没有因一点成绩就得意忘形，敬畏天地，是个好孩子，生得又美。阿宁啊，哀家有句话想同你说。太后屏退左右，低声与洛宁交心。哀家请皇帝下旨，将你指给雍王。太后娘娘，不必行礼，你若有什么顾虑，只管告诉哀家。民女得如此造化，实乃天神眷顾，太后娘娘与陛下隆恩，岂有顾虑？从此，民女得庇护，能睡个踏实觉了。镇南侯府轻待了你？没有，太后娘娘，只是民女南下养病3年，家中无人探望，回家时有遭恶奴刁难，民女小意，心中惴惴，日夜难成眠。得此姻缘，便是一步登天，从此有了您的照拂，还畏惧什么？不过，雍王那里，王爷他愿意娶我吗？他理应不敢抗旨。娘娘，民女能否去见见王爷？也许民女能说服王爷。他也没说不愿意啊。民女还是想见见他。太后喊了魏公公，叫魏公公送洛宁去一趟雍王府。对洛宁的说服，他是不太抱希望的。太后还在想要如何劝儿子。看样子得拿出杀手锏。洛宁进了雍王府，若无魏公公相送，王府大门是踏不进去的。雍王人在后院的教练场，腊月天儿，他穿单薄中衣，正在练枪。一杆长枪，他平地耍起，虎虎生威，额角有着薄汗。教场边有他心腹将领数人，还有一条体型庞大的黑狗。黑狗警惕地看了一眼来人，
然后竖起的耳朵就放了下去，屁颠屁颠的朝着洛宁跑了过来。洛宁伸手挠了挠他的下巴，又撸他的脑袋。教场边的数名将领看得眼睛发直。长英大将军莫不是疯了？这么亲人啊！上次他还咬了我一口。是谁？那是魏公公，恐怕身份不低。萧怀风吹了一声口哨，这声口哨却也听得出其中的锋利。黑狗被定住了，兴奋都消失，耳朵耷了下去，乖乖地往主人身边走。萧怀风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，不轻不重，以示惩罚，然后对自己的副将说：“把大将军带下去。”副将应是。黑狗走了，还回头看了眼洛宁，似是在依依不舍。萧怀风冷哼一声，看向了魏公公：“哼，来做什么？带了什么人来这里？”王爷，这是太后娘娘之命。洛小姐她有句话同您说，太后娘娘便命她来了。是，王爷，民女有句话想私下里回禀王爷。有什么话你去告诉太后，本王没兴趣。民女又立功了，前日龙福殿的刺杀，民女提前预测到了，太后娘娘这才给了恩典。沉默片刻，他大手一挥：“带他去厅堂坐，上茶。”人送到了，你且回去复命。魏公公看了一眼洛宁，洛宁点点头：“辛苦公公了。”魏公公不敢忤逆雍王，转身走了。雍王回去更衣，洛宁等了半个时辰，他才出来。雍王坐下，黑眸安静地落在了洛宁的脸上。何事？殿下，民女想替您效力。在本王面前，不许拐弯抹角。民女想做您的幕僚，民女略通占卜，懂一点术数，也许能出力。太后娘娘说，想请陛下指婚，准我做雍王妃。你？民女想求王爷恩典，同意这门婚事。3年后，民女自愿假死脱身。出门时，民女占卜了一卦，民女想要得偿所愿，取得良妻，至少得等3年。陛下与太后、朝臣们都盯着王爷婚事，每日计较，王爷也心烦。既如此，何不做权宜计？民女家世微薄，一切依仗王爷，明面上是王妃，实际上是幕僚。待王爷正缘到了那一日，只求王爷恩赏，替民女改名换姓，立女户，封郡主。对外便说王妃病逝，民女处境不妙，想狐假虎威，求王爷收留。萧怀风一杯茶喝完，手却仍然端着茶盏，轻轻摩挲着茶杯的边缘，一下下似轻击洛宁心口，他的心也在砰砰直跳。成败都看今日。立女户，封郡主。洛小姐，你要信本王与大不敬。王爷哪有资格给别人封郡主立女户呢？这是皇帝才有的。民女不敢。王爷是陛下胞弟，又是太后幼子，军功显赫，威望震天下。您向陛下请求，这2样都不算难事。他没有祭出术数和预言，他不仅要活着，还要活得很好。你估算不错，本王的确可以替你达成心愿。雍王妃要端庄聪慧，本王不想娶一个傻子，成日丢人现眼。民女绝不会丢王爷的人。母后跟前也要尽孝。太后娘娘一直很赏识民女，不是民女自夸，民女与太后娘娘是有些缘分的。若成亲3年后，你起了歪心思，把今日说辞忘到脑后，消享富贵，本王会叫你命赴黄泉，也会铲平你娘家。丑话，本王先说前头。多谢王爷。洛宁立马给他磕头，他很虔诚，磕了3个响头，不给他再反悔的机会。来人！很快进来一名副将，他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洛宁没有听清。他还跪着呢，已经磕了头，他却不叫他起来。片刻后，副将拿了东西进来，萧怀风示意放在洛宁膝前的地面上，是一张纸和一盒印泥，纸上赫然写着“爱生气”。洛宁心口一沉，脸刷得白了3分。王爷，这……本王不缺幕僚，若你方才所言句句真心，
你卖身于本王为奴，签下这卖身契。在本王跟前，你是低贱奴婢；在外，你是镇南侯府千金，雍王妃。只要你守诺，卖身契不会拿去官府盖印。此事你知我知。要是你反悔，本王把你卖去做最下等的娼妓。洛宁的身子颤了下，这是极大的隐患，此招太狠，一旦画押，那生死便由他人做主了。原来天降横运的背后也是重重危机。洛宁僵在那里。王爷，民女先考虑。一炷香，一炷香时却没有做好决定，此事作罢。洛小姐，以你的身份地位，想做亲王妃是一步登天，将来假死脱身，烈女护封郡主，更是几日修不来的造化，公主都要羡慕。泼天富贵，你以为容易吗？洛宁听到这里，拇指按上了一泥。他是死过的人了，大不了还是一死，隐患将来再说，他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得痛快。他的母亲还有白慈荣背后有太过庞大的财富，而侯府众人没有一个心智坚毅的。洛宁想要重改命运，少不得要扯虎皮做大旗。将来闹掰，他用卖身契来羞辱他，那他可以去死。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受罪。洛宁按下了手印，副将把卖身契收起来，送给了萧怀峰。周副将，王爷吩咐，去拿一块令牌给准妃。然后转向洛宁，起身，坐下说话。洛宁跪得膝盖酸痛，恭敬应是。很快，周副将给了洛宁一块玄铁令牌。有此令牌，你可自由进出雍王府。望你谨守承诺，莫要叫本王失望。洛宁慎重捧着令牌，再次应是。回去吧，母后那里本王会派人说，你等着圣旨赐婚。洛宁出了雍王府，门口还有太后寿成宫的马车等着，内侍送他回家。到了镇南侯府门口，搬下太后赏赐的匣子，里面装着100两黄金做成的金叶子。多谢公公。洛宁赏赐了内侍5片金叶子，由丫鬟秋兰捧着匣子回了侯府。路上他遇到了白慈荣，白慈荣与洛宁的叔妹一起刚从后花园摘梅花回来，梅香馥郁。阿宁姐，这是送给你。我不喜这花香，你留着自己玩吧。好。白慈荣笑容甜美，丝毫不以为意，面色都不曾动一下。他拿着腊梅去了东正院。姑姑，太后娘娘又赏了阿宁姐东西。是什么？瞧着挺成熟，要是银子得700两。他又去讨赏，他迟早要被太后厌弃，甚至憎恶。咱们早晚得在他手里。好不容易得了个爵位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想要保住这爵位。这是他嫁到洛家没有奢望过的。天上既然掉了馅饼，就得抓牢啊！洛宁是他生的，洛宁得到的一切都属于他。洛宁总叫侯夫人觉得危险，很想把他再次送回到南边的庄子上。要是没有他，该多好！侯夫人白氏安置了一桌肴馔，请镇南侯到正院用晚膳。夫妻2人聊起了洛宁。侯爷，阿宁变得很奇怪。镇南侯其实也感觉到了，那孩子笑盈盈的，不同于往时的乖巧，也无归家的忐忑。他每一次那么笃定微笑，总叫镇南侯浑身都不舒服，好像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很无能，全靠女儿才有了爵位，而他不对女儿顶礼膜拜，就是对不起他。是，洛宁时刻给镇南侯这种错觉。岂有此理！别说功劳了，就是女儿的性命也得由父亲做主。侯爷，阿宁瞧着消瘦单薄，不如还送他回邵阳，好生养着。不妥。他是家主，见过世面，他不像白氏那么心急。太后知晓阿宁回京了，无缘无故的再送走他，太后跟前如何交代呀？太后问1、2次，慢慢就淡了，怎会真记得他？侯爷，您想想，他要是救了您的命，3番5次要您赏他，您烦不烦？当然烦。谁愿意要个恩人呀？1次2次就算给体面了，没完没了的，
真把自己当救世之神了？太后也会烦。镇南侯打了个寒战。哎呀，要是太后被洛宁弄得心烦了，侯府这个爵位与宅府，不，我不能想。他从小便权势欲极重，军中10几年出生入死，也没赚得什么大功劳。10几岁时还想着戍边疆，守一方太平，如今被磨灭，只余下争权夺势了。要他退回去，继续做个3品武将，在兵部谁都可以压他一头吗？不行，我受够了伏低作小。你管束他啊，别叫他总去太后跟前。再等等，要是有了合适机会，送他回邵阳。白氏应是。晚夕，镇南侯歇在正院，白氏半夜都没睡，想着丈夫的话。必须让侯爷和老夫人都同意，阿明才可以走。他要快下决断。洛宁半夜惊醒，一身的汗，他又梦到了滔天的大火。他被反锁在桩子上的房间，窗纱被烧透了，窗棂却死活推不开。庭院被月色照得雪亮，母亲与大哥白慈荣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漫天大火。他隐约瞧见了母亲在抹泪，一边抹泪一边扔了火把进来，要烧死他。洛宁那一刻的恨意比大火还炙热，所以他惨死之后鬼魂不散，10几年飘荡在圣京城里。侯府全家死绝后，洛宁的鬼魂变得平静了。他重生后也没有什么怨气，前世的事他不太记得了。要不是今晚这个梦，他都想不起来。为何要为我哭？不是你亲手送我去死的吗？他做鬼的前几年，总在母亲身边围绕着，想向她索要一个答案。可惜他比一阵风还轻，母亲看不见他。那一滴泪也困住了洛宁，他做鬼都不得安生。而重生之后的他释然了，他接受自己由白氏所生，也接受他被烧死时白氏滴落的那一颗泪。他们实实在在的，可他们也毫无意义。洛宁起身喊了值夜的丫鬟秋兰，秋兰拿了炉子上的热水，用铜盆兑温了，替洛宁擦了擦汗湿的后背。洛宁突然问秋兰：后日是小年吧？是，大小姐。前世在小年这一日发生了2件事，也就是这2件事让侯府上下都说洛宁不吉利待灾。父母与祖母委婉地提出要送他回南边的庄子上，洛宁自然是不同意的呀。他再次大哭大闹，他们便说他性情暴躁，可能是生病了，逼他静养。他回京的正月没有被母亲带出去参加任何一场宴席，反而是表妹出尽了风头。正月春宴过后，不少门第向表妹提亲，只是提亲的门第侯夫人和白慈荣都看不上，不是3、4品的文臣武将，就是落魄还不如镇南侯府的功勋士族。再后来，洛宁与嘉弘大长公主的独子裴映偶遇，又机缘巧合地见过几次。嘉弘大长公主邀请洛宁母女登门做客，大长公主表示自家娶儿媳妇不看重门第，只求姑娘人品好容貌好，是看中了洛宁。哪怕洛宁那时候19岁，在盛京已经算老姑娘了，而这也是洛宁的死因。镇南侯府再也攀不上比嘉弘大长公主更好的姻缘了，必须要让给白慈荣。洛宁更衣之后又去睡了。一日大清早，他叫了孔妈妈。孔妈妈以前是老夫人那边的，与老夫人的西正院管事婆子丫鬟都熟悉。替我办件事。大小姐请吩咐。你去集市买一尊观音像。洛宁给了他一张纸，上面有观音像的尺寸重量。想办法与老夫人院子里的丫鬟婆子打通关系，观音像带回来，直接藏在老夫人的小厨房。孔妈妈想了想，我与老夫人小厨房采办的红嫂子是姻亲，她弟媳妇是我小姑子。既如此，就更好办了。你跟着红嫂一起去。又附耳叮嘱几句，孔妈妈用心记一下。小年这一日难得晴朗，却更冷了。洛宁早起用了膳，才去到祖母的西正院。他到的时候，大嫂、二婶、三婶与堂妹都到了，祖母还在里卧梳妆。丫鬟捧茶，洛宁与众人打了招呼。大嫂是不怎么搭理他的，因为大哥挨打受冻一事，他记恨洛宁。洛宁略微坐了坐，进去里卧，帮衬祖母理妆。片刻之后，侯夫人和白慈荣也到了。都坐下吧。午饭前没什么事儿，你们都去老夫人的佛堂抄写佛经，替老夫人尽尽孝心。
1年到头也就惊了。是。众人应是。洛宁搀扶老夫人从里卧出来。祖母，这发钗真好看。去年寿辰阿荣送的。这种蓝宝，除了老夫人您，其他人再也配不上。老夫人起身去佛堂，白子荣想要搀扶，老夫人这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亲孙女儿。阿宁，来。洛宁听言上前，搀扶着老夫人的手臂。祖母，门槛高，您慢一些。侯夫人白氏只得笑一下，携了白慈荣的手，一同往西正院的小佛堂去了。进了小佛堂，门口瞧见了几片碎玉，侯夫人先出声：“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像是白玉碎片？”白玉碎片，难道是观音像上的吗？其他人纷纷围过来，七嘴八舌的。这是白慈荣的父亲，侯夫人的大哥，3年前上京恭贺妹婿得了爵位之时，特意送给老夫人的重礼。白玉观音不仅昂贵，还很有来历呢。它是贵人放在南海观音寺20年的法宝，而后流落海外，白家偶然所得。老夫人得此观音像，视若珍宝。京里2位权贵门阀的太夫人上门做客，就是拜观音像来的。如今瞧见了碎瓷，人人紧张。众人随着老夫人进了佛堂，正位摆着的白玉观音质地温润，低眉敛目，慈悲地望向众人。骆家女眷都松了一口气，只侯夫人与白慈荣神色微微变了变，哪怕他们想要遮掩，也一时收不及。娘，您别担心，观音像很好。洛宁开了口，众人看向侯夫人，侯夫人眉宇间的慌乱和惊愕来不及淡去，她索性不演了，轻轻捂住心口。哎呦，我这心乱跳，真是怕了。你们一个个都不经事。早起时，阿宁想在佛前供一只白玉如意，哪晓得他那个小丫鬟笨手笨脚的，将玉如意打了，叫他收拾又没扫干净。方才我就想说，还没开口，你们一个个担心的不成样子。众人了然。白慈荣无法自控地看向洛宁，而洛宁正好在回视着他。白慈荣垂下眼睫，侯夫人白氏眼底的情绪也半晌无法安静，她也看一眼洛宁。洛宁同样把视线转向他，并且开了口：“娘，您别怕，怎么吓成了这样？那尊观音像太贵重，而且是法宝，娘真担心。观音像稳稳坐佛堂，不是吹风能倒的，没人敢故意推倒它，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碎的。娘，您在怕什么？”这一句话带着莫名的深意。这话不错，你们都别太小心。阿宁回来了，咱们家有了兴旺之人，不会出乱子的。是。众人应是。上午，老夫人念佛，其他人抄佛经。洛宁安安静静地坐着，一刻也不走神，把一卷佛经写完。他写完后，虔诚跪在佛前，良久都不睁开眼。堂妹洛婉在心里想：大姐姐求什么？求得这样诚心？比起他们，大姐姐已经拥有很多了，她还要求得如此专注，她心里期盼的是什么呢？洛宁跪在蒲团上，合眼沉思，思绪飘回了前世。小年出了2件事，第一件就是老夫人的小佛堂里最名贵的一尊白玉观音像砸碎了，是被推下来的，到底是风还是人，亦或者是神明，都不得而知。老夫人当时吓得腿脚发软，半晌都扶不起来。洛宁落水后发烧，被老夫人接到西正院养病。小年那天，她大病未愈，勉强支撑着起床。老夫人叫她去小佛堂磕头，祈求平安康健，就瞧见了这一幕，人人色变。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洛宁的母亲白氏趁机对老夫人说：“还是赶紧把阿宁挪出去吧，老夫人，太贵重的人，可能咱们府里压不住。”嘴上说贵重，实则在说洛宁带灾，是祸害。老夫人没有回答他，但是因大受刺激，老夫人病倒了，也没有办法替洛宁做主。洛宁的风寒高热才刚好了一点，就又回了文启院。下人们越发看不起他，明着暗着都刁难他。府里人人议论：“哎呦，大小姐才回来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她恐怕真是个灾星。何时送她走？侯爷与夫人真应该早下决断。”也正是老夫人病倒，洛宁又旧疾复发，正月的一切应酬由侯夫人白氏做主。她特意用这样一个机会捧白慈荣。白慈荣今年2月份才及笄，明年正月是她及笄后的第1个春宴。之前替她买了很多名声，这次又是隆重出席，几乎将她推到了名门贵女的高位。
只是真正有名望的门第还是不愿意娶商户女。说到底，白慈荣她不是镇南侯府的嫡小姐，她是余杭白氏的原配嫡女。现如今余杭白氏的主母只是她的继母，虚名啊只是糊弄人的，真正有权有势的门第看不上她。而她和侯夫人白氏想要的仍是高门婚姻，不肯将就一点，他们太贪心了。洛宁想，如果侯夫人和白慈荣不是那么心高气傲，妄图攀附门阀望族，借助当时营造出来的头衔，白慈荣也许可以嫁一个不错的新贵。再过上几年，待新帝登基以后，力压门阀，抬举新贵，新贵在朝堂的势力远胜过了门阀。而今生，洛宁改变了这一件事。他叫孔妈妈去集市买了一尊不太值钱的普通的白玉观音像，又叫红嫂帮忙，凌晨时换掉了真正昂贵的观音像。半个时辰前，有人悄悄潜入小佛堂，把观音像推倒。那人闪得很快，是老夫人身边的，对小佛堂很熟悉。孔妈妈等人怕打草惊蛇，没有贸然在附近蹲守，没有看清楚人脸。假的白玉观音像碎了，孔妈妈和红嫂抓紧时间收拾，把真的那一尊抬出来供上，又摔断了一根玉质上佳的玉如意，叫侯夫人白氏瞧见名贵的白玉碎瓷。洛宁早上进去里卧时，提前告诉了老夫人，说她的丫鬟在小佛堂摔碎了一根玉如意，那是替你挡了灾。老夫人并不介意，故而这一幕就达成了。白玉观音像没事，老夫人不会再生病，侯夫人的算计全部都落空了。洛宁想到这里，再次跪拜，菩萨保佑。小佛堂很安静，暗流汹涌，几个始作俑者清楚，其他人包括老夫人在内都只看到了湖面微起波澜。侯夫人2次看洛宁，洛宁没有与她对视。中午饭的时候，家里男人们也来了，老夫人的西厅安置了3桌，洛宁等人坐在了第2桌，表妹坐洛宁下手，位置比洛宁的堂妹庶妹都要好。祖母，您的小佛堂如何？听闻有些意外。小佛堂怎么了？无事发生。老夫人看向他们，略微沉吟才说：小佛堂碎了一样东西。碎了什么？祖母，是不是很贵重的东西？侯夫人白氏继续抢先开口：阿宁要供一只玉如意，不小心摔碎了，就这点事也传到了外院，咱们的下人真该严管一番。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也要在饭桌上提。镇南侯瞥一眼长子，有些不满。什么？洛言心中吃惊，挨了父亲的骂，仍是怕他，可又记恨他，面颊微微抖了抖。等我做了镇南侯，我就把洛家祖坟给刨了，来除这口从小到大的恶气。不过，观音像怎么？洛言回头往洛宁那桌看了一眼。洛宁在吃饭，表情安静。灾星，不孝的东西。侯夫人气定神闲，突然对老夫人说：娘，有个喜事要同您说。什么喜事？宋姨娘有了身孕，后爷老来得子，正是兴旺之兆。宋姨娘等小妾坐在最后一桌，听到侯夫人说她羞赧一笑，站起身朝老夫人扶了扶礼。哦，何时诊断出来的？今早。添丁增口可是好事啊，但要是这好事出了差池，总需要有人背锅的。侯夫人白氏原本还不想这个时候提，只等事情落定再说，可无奈长子消息落后，差点出了纰漏，只得赶紧拿出此事来转移老夫人和镇南侯的视线。午饭后，众人便散了，回去院子里休息。镇南侯在外书房与幕僚们闲谈，小年了，幕僚们都要回去过年，镇南侯要给赏赐。书房内外气氛好，人人都欢喜。镇南侯心情舒畅，虽然嫡女回京之后有些不太愉快吧，但总体来说都是好的。余杭白家这一次送给他的年礼足有白银1万两，镇南侯想到这笔钱，心情几乎飘起来，他越发器重正妻白氏。客居侯府的白慈荣也是他的财神爷，白慈荣住的比嫡女好，用的比嫡女贵，在下人心中的地位超过了嫡女，这是应该的。洛宁能给我1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吗？不能。镇南侯心情正好，考虑过年奖赏一点什么给白慈荣，又想到侯夫人提起洛宁有京城最近名贵无比的浮光玉锦，镇南侯起了心思。就在他正志得意满之时，丫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。侯爷出了事！侯爷，姨娘出了事！
出了什么事？姨娘路过文启院，门口好大一块冰，不知是倒了水，还是特意弄来的薄冰。姨娘没注意，滑了一跤。大小姐的人把姨娘搀扶进了文启院。婢子给姨娘送暖手炉，远远瞧见了，生怕有个闪失，赶紧来告知侯爷。这话一细想，处处都是不对劲儿。可是镇南侯关心则乱呢，他心急如焚，去到文启院，在文启院门口还遇到了侯夫人白氏。侯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宋姨娘在文启院门口跌了一跤。哎呦，地冻得坚硬无比，她又是刚怀上。哎呀，我不该中午饭时候提，都说有了身孕要藏，3个月后才能对外说，都是我太心急了。家门不幸，莫不是招惹了什么脏东西？镇南侯看向了文启院，侯夫人也抬眸看着文启院门口的翠竹，夫妻俩一瞬间心照不宣。镇南侯瞪了一眼丫鬟，去敲门。院门被重重敲响，紧接着就听到了女子娇柔的有点低缓沉闷的声音：“哎，疼疼啊，怕是骨头都折断了。哎呀！”镇南侯血涌上头，侯夫人借口给洛宁送一盅燕窝，慢一步进了院子。惠娘！镇南侯高声喊，抬脚就要冲进文启院的刺烧间。他方才听得清楚，说话的人就在刺烧间，一个丫鬟却拦在了门口。侯爷，里面的人刚刚退了衣裙。放肆！你连侯爷都敢阻拦？大小姐呢？去掀帘子。镇南侯不顾，顺势要踢秋兰。秋兰立刻往旁边挪了几步，镇南侯瞬间就冲进了刺烧间。刺烧间里的几人手忙脚乱的，洛宁的丫鬟秋华被洛宁和宋姨娘用棉被死死的盖住。秋华衣裳还没穿好，不过被盖严实了，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就是裙子还落在地上。丫鬟脸色煞白，镇南侯愣住了，而侯夫人白氏的脸色有一点微微的惊讶，可手指却紧紧的捏在了一起。宋姨娘站起身，先行礼：“侯爷夫人，这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是妾有什么不妥吗？”镇南侯上前搀扶她：“你怎样？”“侯爷，妾身无事。”“你不是摔了一跤？”宋姨娘很惊讶：“没有啊，妾身并没有摔跤。何人告知了侯爷？侯爷不是在外书房吗？”丽娟也没有想到是这样，膝盖一软就跪下了：“婢子给姨娘送暖手炉，瞧见姨娘摔了一跤。”“我不曾要暖手炉啊！”丽娟遮不住的慌乱：“是婢子怕姨娘冷。”“胡说了！我说了找文琪院的孔妈妈要个花样子，给我孩儿做鞋，穿戴暖和再出门的。你怎么跟出来送暖手炉呢？”镇南侯此时冷静了几分，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脸色阴沉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侯爷，妾来文琪院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秋华，这丫头来了事，弄脏一身。她是大小姐的人，妾身恐怕她这样在院子里走动，被其他人取笑，伤了大小姐的体面，就把斗篷解下来给她披着，遮羞。她是丫鬟，穿不惯大斗篷，走路千千绊绊的，都到了文琪院门口，她还摔了一跤。这一跤摔得重，膝盖都破了皮。她说浑身疼，大小姐同妾身商议要不要请医，看看是否跌断了骨头。”镇南侯表情几变，侯夫人的神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：“爹娘，女儿的丫鬟跌了一跤，惊动您二位，这是怎么了？”“来人，把丽娟先给我关起来，慢慢审。”“侯爷，不是婢子。”他看向侯夫人，而侯夫人只是静静的回视他。丽娟似是得了什么暗示，低垂了视线，伏地痛哭：“婢子只是看错了，侯爷。”“侯爷，快要过年了，先关起来，别为难他，只当给妾身孩子积福了。”“我送你回院子，往后别乱跑。”又看向白氏：“夫人说的对啊，这个家里的下人一点小事就慌里慌张，的确要好好整治。不如趁着过年，该打的打，该卖的卖。你当家，我一贯相信你。谁知道内院乱成了这样啊？你做呆子，把我当瞎子！”侯夫人立马屈膝：“侯爷，妾身冤枉。”镇南侯甩袖而去。宋姨娘跟上了镇南侯，也出了这文启院。洛宁看着母亲，亲自走过去搀扶她：“
娘，您起来吧。侯夫人很想甩开他的手，可又强自忍住了。我送一盅燕窝给你。侯夫人接上了他的话，趁热喝。又说床上的秋华，这个丫鬟如此不中用，不如送回邵阳，再替你选几个好的。娘，她是不小心跌了一跤，为此撵了她，恐怕旁人要说您刻薄了。侯夫人连笑都装不出来了，只静静地看了一眼洛宁，转身走了。侯夫人很快处置了宋姨娘的丫鬟丽娟。这个丽娟给她的任务是撺掇宋姨娘去文启院要花样子，又陪着宋姨娘去，在有兵的地方让宋姨娘摔跤，然后把宋姨娘交给文启院的人，她再去向镇南侯报信儿。丽娟一直都是侯夫人的人，卖身契还在侯夫人手中。一个玩意儿，不是侯夫人亲信，侯夫人是不会同意宋姨娘诞下孩子的。为了送走洛宁，给她安一个祸害的名头，侯夫人只得把宋姨娘怀孕的事情公开，再让丽娟摔一下宋姨娘，这个孩子的滑落便算在洛宁的头上。明明是如此简单之事，怎么到头来弄得这般复杂？丽娟被关起来后，在柴房头环已经没气了。这一次，侯夫人的人亲眼看着丽娟断气才回来的，免得再生什么波折。傍晚时分，侯夫人没有吩咐点灯，只坐在暗中饮茶。她脑海中有一点混乱，以及难以置信。这是她的女儿，她很憎恶洛宁，从她落地起就不喜欢她，可她又是亲骨肉，情绪有时候作祟，叫白氏下不了狠心。她没有直接送走洛宁，而是想办法逼走她。侯夫人一定会在除夕当晚把洛宁重新塞回上邵阳的马车，同时她还会拼了胆子，年初一带着白慈荣去给太后娘娘拜年，借用洛宁的名义。进了寿成宫，她再去解释，相信依照洛宁对太后的恩情，太后是不会刁难洛家的。白氏想要对得起白慈荣，弥补她缺失的10几年。而至于洛宁嘛，哼，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父母的庇护，给了他生命就已经是天恩了。洛宁他没有资格要求更多。此事到底是谁暗中搞鬼？不会是阿宁，他没这个能耐，又是刚回府，对府里的人都不熟，除了我还能有谁呢？这内宅靠着我，谁敢跟我作对？见鬼！侯夫人想不通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洛宁坐在暖炉旁给丫鬟秋华上药。还疼不疼啊？无碍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宋姨娘会不会出卖咱们？侯爷与夫人都来了，宋姨娘应该很清楚我所言非虚。她有了身孕，夫人容不下她，她与腹中胎儿性命难保。侯爷时常不在家，内宅由夫人说了算。宋姨娘不算特别聪明，但人都会求生，她不会出卖我们的。前世里，宋姨娘没有做什么恶。洛宁记得她落胎之后精神不太好了，病恹恹的，夏红始终止不住。宋姨娘病下之后，镇南侯关切了一些日子，夫人几次提出把宋姨娘挪到乡下的庄子上去休养，镇南侯都不同意。而后夫人从余杭娘家弄来了一对美貌双胞胎，给了镇南侯做妾，镇南侯这才丢开了手。宋姨娘去了乡下，而侯府中便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。她没有主动害过人，可后来进府的双胞胎姊妹心狠手辣，是大夫人的打手，没少替大夫人作恶。堂妹洛婉就是死在那对双胞胎姨娘的手里的，这是往后的事了。大小姐，孔妈妈端了药汤进来，洛宁将那药汤接过来，吹凉了递给了秋华。秋华为她受了伤，而前世秋华也是因护她而死。大小姐，红嫂说老夫人没有查清早的事，不过红嫂告诉了盛妈妈，盛妈妈是老夫人身边的总管事妈妈。盛妈妈怎么说？她说极有可能是李氏。李氏今早进过小佛堂，她专管老夫人小佛堂的香烛。那可能性很大，这个李妈妈也是替夫人做事。宋姨娘的那个丫鬟丽娟，头环死了。就这样死了？她家里人不闹吗？夫人不怕侯爷问吗？丽娟还没有交代什么。侯爷发了话，叫夫人严管下人，就是暗示夫人处理掉丽娟。下人算什么呢？镇南侯要的从来都不是公道，而是妻妾和美。他不在乎真相是什么，在这整个内宅中，他唯一在乎的大概是他亲娘吧。所以侯夫人不怎么敢对老夫人不敬。秋华、秋兰与孔妈妈一起打了个寒战。
小年之祸顺利解决了。文启院的丫鬟与管事妈妈都怕洛宁行事太猛会招灾，而洛宁自己自认为手段太柔，起不到威慑。折中一想，他刚重生，赐婚圣旨未下，似一个久病之人初站起来，腿脚不利索，他得缓，谨小慎微，不出大错，来日方长。侯夫人气不顺，长子长媳和白慈荣都安慰她。依靠着她的庶女洛轩看准了苗头，骂洛宁：母亲，大姐姐实在过分。洛轩的生母是已经去世的何姨娘，她依仗侯夫人生活，格外的卖力，凡事都冲在白慈荣前头。罢了。侯夫人叹了口气：唉，女儿忤逆也算不得大事，不听话不懂事的孩子不在少数。娘，您是侯府夫人，惩罚孩子理所当然。阿宁这样不听话，送她去家庙反省半个月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阿宁倒也没有不听话，她不是每件事都做得不错吗？再说吧，不提阿宁了，我再慢慢探探她性格，与她好好相处。娘还要迁就她，她不知天高地厚。白慈荣安抚洛银：大哥别生气。又偷偷瞥了洛轩：要是我有本事就替姑姑出力了，可惜我不是洛家的人。母亲，女儿自当愿意替您效力，这是为母亲好，为大姐姐好。侯夫人笑了一下，她夸洛轩是好孩子。大少奶奶见状，只得也赶紧讨好：娘，阿银在外院不方便插手内宅事，儿媳也愿意出力替娘分忧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不提阿宁了，咱们好好过个年。洛宁在文启院打了2个喷嚏，他端坐着看书，看累了就练字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腊月29，镇南侯特意把洛宁叫去了外书房。你大舅舅送了丰厚年礼，咱家无以为报，你得了浮光玉锦，分你表妹一匹。爹爹，不是女儿不愿，而是此事不妥。哪怕是女儿，正月间也不会穿浮光玉锦出门的。你是侯府嫡小姐，穿什么都是的。况且太后赏赐，岂能深藏高阁呀？昨晚夫人又提起了正月春宴，说到了浮光玉锦。我是，表妹不是。爹爹，您不是镇南侯的时候，大舅舅每年送了多少年礼？他一直知道余杭白家富足，钱帛如山。那个时候白家拼了命的想要搭上全伐望族，每年过年时派幕僚往京城送银票，都是10几万两的送。可惜他只是武将，在这重文轻武的本朝，又有门阀望族在前，一个3品武将，他能力有限，白家不曾巴结过他，只是他夫人回娘家带回一点好处。大舅舅给的是钱，是买镇南侯的声望，他做生意还不知道暗中用了多少人脉，给您埋下了多少祸根。爵位是咱们家的，大舅舅不想送可以不送，咱们又不用反过来求他。他要是闹出大祸，是朝廷第一个问责的，可是爹爹您啊，到时候咱们何府的脑袋够不够填坑？依你说，咱们往后不收你外祖家的年礼了啊？年礼是年礼，礼尚往来，他送太多是陷爹爹于不义。爹爹，大舅舅从前巴结门阀，送的都是10几万两。1万两银子虽然是豪阔无比，足够侯府几年的花销，可是再好的礼也怕对比不是？一对比，心态失了衡准，1万两银子买了愁。爹爹，你拿白家多少银子都合适，你都养人家孩子了，将来连同整个侯府洛家3代基业都要拱手送人，白家银子花得值啊。此言不错。白家看人下菜碟儿，实在是叫人讨厌。当年他娶白氏女，一是图丰厚陪嫁，二是被白氏的美貌迷昏了头。说到底，商户女哪有资格嫁给他呀？他那时候已经是4品武将了，白家一个商户却不屑于巴结他，直到如今才来卖人情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他叫洛宁回去了。回到正院，镇南侯气色不善，对侯夫人说：正月春宴，叫你侄女安心待在府里啊。小小商户女，你带她出门赴宴，是对世交的侮辱。人家当面不提，背后骂咱们。侯夫人呆住了。侯爷，这阿荣有哪里做的不对吗？她是个好孩子。再好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女儿。
平时怎么捧着她，我不管你啊。春宴大事，你失了侯府体统，我绝不轻饶。侯夫人脸色煞白，她看着镇南侯，半晌都辩驳不了一句。是谁说了闲话？洛宁，还是那个宋姨娘？侯夫人等着这一次春宴叫白慈荣出现人前大放异彩，侯府表小姐才是她的身份，谁敢计较她是不是商户女啊？可镇南侯却莫名其妙的发怒，把这条路给堵住了。我白家花了那么多钱，洛家这些人没一个有良心，他们真是该死。怪不得洛宁那么讨嫌，她是洛崇业亲生的女儿，像她。洛宁又打了2个喷嚏，浮光玉锦她没有动，就放在箱底。此物是太后所赠，太后是好意，可是太过于招摇了，惹人嫉恨。她不用，但也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用。大年初1，外命妇们要进宫向太后娘娘拜年。侯夫人白氏寅时初就起床梳洗穿戴，白慈荣一大早就到了，帮衬姑母挑选首饰。这套红宝不错，衬托的姑姑您气色好。哎呀，太艳丽了些。进宫朝贺，自然要隆重贵气。姑姑还是你家的好。将来你会嫁得比我更好。这侯府的爵位，白家的钱财，是你双翼，定让你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姑姑，我不敢想。我是余杭商户出身，你能想到我今日要进宫朝贺？咱们命中带贵，身边这些人啊，都是咱们养分，哪怕不是王妃，也该是望族少夫人。说真如此，阿荣之前孤孤单单的苦，就算没有白吃。寅时末，侯夫人大要出门时，外面的天还是漆黑的。宫里突然来了人，着侯夫人携大小姐洛氏阿宁进宫拜年。侯夫人跪下磕头谢恩，可手却在袖底微微的攥住。她不想带洛宁出席，免得洛宁盖过了风头，将来白慈荣再出面时，旁人会拿他们比较。一旦比较，白慈荣便会落了下风。被吹嘘出来的才女名头美貌都不如侯府嫡小姐来的实在。太后娘娘对阿宁姐真好，她真走运。侯夫人的心都揉碎了，她实在不能接受白慈荣羡慕任何东西，她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白慈荣。白慈荣没有的，洛宁也绝不能有。侯夫人想到此处，立马翻箱倒柜的寻出了一个小玉瓶子。她吩咐丫鬟：“早上熬煮的燕窝粥，端一份来。”是。侯夫人把小玉瓶里的东西悄悄倒了一点进到燕窝粥里，叫小丫鬟用石盒拎着送去文启院。她也亲自去了。快些吃了东西梳妆，太后娘娘特旨叫你去拜年，再迟一些，宫门挤满了人，不好进，耽误了时辰。洛宁接过来，嗅到了一股子极淡极淡的香味儿。前世她喝过2次这种燕窝粥，第1次浑身发红疹，面颊肿得像猪头，受足了2日的苦才消退。第2次她心生警惕，又觉得母亲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，还是喝了，同样发红疹。做了鬼后，她瞧见母亲用此招对付不太听话的双胞胎姨娘，分量大，叫一位姨娘皮开肉绽而死。洛宁这才恍然大悟，是那么毒的药啊！只是给洛宁的剂量极少，2次用药都是抢了洛宁的机会，夺给了白慈荣。想到这里，洛宁突然笑笑，她捧着燕窝粥递到了母亲的唇边：“娘，您先喝一口，宫里不赏饭，您别饿肚子。”啊，我刚吐了口汁，别沾花了，你快趁热喝。洛宁用袖子挡住碗沿，假意喝了一口，把燕窝粥倒了一些在袖子的内侧。她拢着袖子：“现在还不饿，我先梳头。”她支走侯夫人，而后她瞅准了侯夫人再次进来催的时机，把碗放在唇边。碗里的燕窝已经倒掉了，她只是做做样子。漱漱口，要上些口汁。临到出门，还遇到了白慈荣，她要去向老夫人拜年。姑姑，阿宁姐，你们要出门了。洛宁微微颔首。侯夫人似是看不见洛宁的衣着淡雅，眼底只有对白慈荣的褒奖。白慈荣太美了，又美又贵气，像她。快去吧，天冷。门口停靠着2辆马车，侯夫人特意准备的。
阿宁，用这种4乘马车容易过拥挤，大家的6乘马车去皇城根下周转不开。之所以用2辆，是方便中途送洛宁折返，否则母女2人各自只带1个下人，1辆就够用了。娘，你慢些。又露出了手背上的一点红痕给侯夫人瞧见，天色仍是暗淡的，看不清楚是红疹还是胭脂。侯夫人也不好细看，瞄了一眼便放心的上了车。看着白氏上了马车，她才上去。走安兴坊的近路。呀，侯夫人白氏的马车先出发，而陪同她的是她的心腹甄妈妈。福灵，我待阿宁是不是太苛刻了？夫人，您这是为了大小姐好，也是为阿荣小姐寻一条路。一碗水总要端平的，大小姐得到太多，水满则溢。您适当给她减减，是替她积福。啊，你所言极是。又似找补，要是阿荣如此辉煌，我也会压一压阿荣，给阿宁一些机会的。是，阿荣小姐太可怜了，处处低一等，又聪慧机灵孝顺，您再如何疼爱她都不为过。侯夫人说服了自己，一口气透了出来。他们走了一路，车夫没有发现后面洛宁的马车不见了，只顾往前。洛宁的马车从小路挤过来，避开了通往皇城的几条要道，很快便到了雍王府的后门。他下车拿出令牌，我想见总管事。王妃，您里面请。洛宁微讶，赐婚圣旨还没下呢，只是拿了个令牌，连准妃都不叫，直接叫她王妃了。这令牌不一般。洛宁需要赶在侯夫人前面，先见到太后娘娘，免得再生什么波折。前世我落水后发烧，大夫给我开的药连退热都做不到，不就是把我圈在家里不准出门吗？洛宁想着，便到了王府的正院，轻微通禀一声，里面竟传他进去。啊！我来见总管事，到这里做什么？雍王应该是一大清早就入朝了，正旦的朝会很早就开始。洛宁踏入院门，却瞧见了雍王萧怀峰。大年初一，你进宫讨饭。王爷。周副将，去库房找一件斗篷给准妃，穿得如此寒酸，外命妇们只当母后苛待了你。做什么来的？路上太拥堵，怕是赶不及见太后娘娘，想找王府的管事从西北门进去。你随我进宫，且下，换上这个。洛宁应是，萧怀峰带他进宫，让他把车夫和丫鬟都留在了王府，他也答应了，没一句废话。萧怀峰的眉头舒展几分。王爷，您不去朝会？朝会4时末才散，本王赶个尾巴就行。洛宁一脸的无语。马车从雍王府出来，不需半刻钟就能到皇城的西北门。谁知尚未靠近金水桥，前头一辆8乘马车挡住了去路。这边路窄，正旦又加了防卫，马车一时过不去，被堵住。后面又来一辆马车。雍王这辆4乘漆黑平顶马车太过于低调了，被挤在了中间。后面的车夫竟然厉喝他们：“快滚，让开！同你说话可是耳聋，赶紧让开！你可知后面是谁的马车？”雍王府的车夫高大黑壮，闻言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。前面的马车走不开，这厢就走不开，你先让。别废话，把这辆车砸了。哼，四妹别这么急躁，把这辆车推到旁边，咱们骑过去就行。姑娘，这是燕国公府郑家的马车，你可换过来与我们同坐。洛宁悄悄看雍王的脸色，敢在皇城的金水桥旁边撒野，是郑家的人，估计是皇后郑氏的兄弟姊妹吧。而雍王对皇后深情不倦，爱屋及乌，应该不会叫郑家人为难。他待要说点什么，车帘突然被掀开，紧接着穿朱红色风氅的男人把头伸进来，他趋向洛宁，尚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艳赞叹，雍王的脚踢向了他。洛宁听到了清脆的断裂声，不是牙齿脱落，就是鼻梁骨折断了。朱红色华服的年轻人跌坐在地上，车夫身后跟着的一名随从以及他的妹妹郑嘉儿全都拥了上来。大胆！你可知我们是谁？你竟敢伤人，还不速速下车受死！雍王端坐，眉眼都不抬，他的车夫手握缰绳，竟是也一动不动，甚至都没有挪到这边来挡一下。郑嘉儿见状更怒了，
他方才瞧见了洛宁的脸，年轻俏丽，头上戴着的首饰比较简朴，马车也寒酸。郑嘉儿可是郑氏嫡女，她包姐乃当朝皇后，满京城的贵女她都认识，却没有见过洛宁，断定了洛宁并是不起眼。来人，将马车里的人拿下！郑家随从听令上前，可却发现了车夫还是不动，任由他一把将车帘撩起。尚未看清人影呢，便有什么暗器射出。郑家随从应声而倒，额头肉眼可见一个大包，竟是被小小暗器给打得昏厥过去。如此近的距离，若不是重器的话，压根不能造成这样的伤，除非这车厢里的人武艺高强。郑嘉儿慌了，放肆！此乃皇城脚下，你可有王法？你出来！等本姑娘揪出你是何人，要踏平你家府邸，刨破你家祖坟！地上的郑少爷郑潇挨了一脚，头昏脑胀片刻，剧痛感慢慢退去，他恼羞成怒，竟是再次跌跌撞撞的过来，要上车打人。他鼻血流了一脸，用左手捂住口鼻。让我瞧瞧，何人狗胆包天！郑潇疼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，口齿含糊着。从小到大，他可没受过这等气。除了忍让皇子们，他还没有在任何人的面前吃过亏呢，哪怕是郡王世子之流，也都要给他面子。他再次上前，一手扒住了马车边沿，奋力想要上车去。这一次手腕被人捏住了，咔嚓一声，胳膊折断，动作麻利极了。他被人给扔了下来，轻飘飘的，似是一块破布。这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金水桥的侍卫，以及前面堵住的马车。何人？侍卫认识郑潇和郑嘉儿兄妹俩，暗暗地吸一口气。正待要说话之时，那不起眼的马车帘子掀起，侍卫、前后车看热闹的功勋子弟，一个个的脑子无比清晰，在亲王露面的瞬间，立马躬身行礼。王爷万福！郑潇的呼痛声似被堵在了嗓子眼里，他疼得额头见了冷汗，只是愕然地看着萧怀峰，而萧怀峰则是回视着他。他没说话，转身跳下马车，也不等车夫搬来马凳。郑嘉儿痴痴地看着他，失控地叫着他：“天下！”萧怀峰没看他。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又拥堵，别驾这么大的马车出门。前后几个人躬身，不敢起来，低低地应是。萧怀峰转身对坐在车里的洛宁说：“下车，走过去就几步路。”哎呦，我好想藏起来啊！那是郑皇后的胞妹啊，而前后全都是望族世家的子弟。雍王想打谁都可以，但是洛宁露面恐怕要遭非议啊。可他又不敢违逆雍王，怕自己矫情一下，他真把自己扔这儿，自己步行去寿成宫。到那时候，洛宁才是真的下不了台。简单一思考，他立马起身，也撩起了车帘。躬身的众人不敢抬头看他，只郑嘉儿目光如炬地盯着洛宁。萧怀峰伸手，洛宁还以为他要搀扶自己，却见他双手掐住了他的腰，将他从马车上给拎了下来。凌空这一瞬间，他魂魄都飞出去了半寸。将洛宁放下，萧怀峰举步往前走，洛宁赶紧跟上。两人片刻之后过了金水桥，进了西北门。侍卫瞧见是雍王，不敢阻拦，恭敬地放了他进去。因有了如此变故，洛宁和雍王赶到寿成宫时，寿成宫已经进了第一批拜年的人了，是几位大长公主、长公主，当今皇帝的姑姑和姊妹。民女见过太后娘娘。洛宁先行礼。太后与诸位公主瞧见他与雍王一起进来，都有些吃惊。凑巧遇到了。太后叫他起身，先给了他一个荷包，才携了他的手赐座，让他坐在旁边。这就是洛氏阿宁，当时那一刀啊，冲哀家心口扎来的。这孩子比哀家高一些，挡住了，没有伤及心腹，但太单薄，被捅穿了。大长公主、长公主们急忙附和，或感叹太后福泽深厚，或夸奖洛宁忠心无畏。雍王倒是被撂在了旁边，他趁着空隙同太后拜了年，然后就往前面的大殿去了。你来得太晚了，御史台又要参奏你不敬，快去吧。雍王走了，洛宁坐在太后的身边，嘉弘大长公主也在。她嫁到了权伐裴家，与驸马很是恩爱，只意独子裴应。
台映身上没有世家子弟的纨绔或骄傲，他酷爱读书，爱吹笛，能文又能武，谦和有礼。他当年看上了洛宁，嘉红大长公主也没有刁难洛宁，见面还夸奖了洛宁。洛宁再见到他便觉得亲切，冲他微笑。洛小姐见过我。民女南下养病，是在邵阳。哦，驸马的老家便是邵阳。是，民女听人说了，那边还有驸马爷老家的宗祠，人人都夸赞驸马。嘉红大长公主听罢，有句话想问，可又忍住了。她的欲言又止，连太后都看出来了。几位公主闲坐了片刻之后，起身告辞。太后没有叫下一波外命妇进来，只是单独与洛宁闲聊，问他怎么回事，如何和雍王一起入宫的。半路上与母亲的马车走散，人与车太多，怕赶不及，就拐到了雍王府，想借王爷的光走个捷径。然后又把在金水桥旁边发生的事说给太后听。太后听了并未动怒，淡淡笑了笑。郑家的孩子们有资格嚣张，满朝除了崔氏，就属郑氏有威望。幸好你不是一个人，否则要受气了。吓到不曾啊？洛宁没有被吓到，萧怀风太麻利了，打人一气呵成。洛宁只顾着看他了，都顾不上害怕了。雍王折断了郑少爷的胳膊，还打得他鼻血横流。那就叫燕国公去告状吧，咱们不用管。洛宁应是。一整个上午，洛宁都在太后的身边。外命妇们陆陆续续的进来，每一波7个人，每个人都瞧见了洛宁。洛宁始终含笑，落落大方的坐在太后的下手。有人问话，他会看一下太后的神色，酌情回答，察言观色很准。洛宁也是头一回知晓，圣经里有这么多一品高明夫人。贵胄冗杂到了如此地步，百姓与田地需要养活他们，沉重无比。怪不得后来雍王登基后，头一件事就是抬新贵，打压门阀。门阀不仅仅吸百姓之血，也削弱皇权。洛宁的母亲也是一品诰命夫人，却是直到40末才进了寿成宫。他瞧见洛宁坐在上首，一瞬间的失神过后，露出了极其得体的微笑。众人向太后行礼，太后身边的女官介绍洛宁。洛宁瞧见母亲的眼底是有光彩的，那是一种被抬举、被重视的愉悦。哎呦，洛夫人，您真是把女儿教养得极好，果敢又忠诚，乃女子表率。的确如此。洛夫人，哀家很欣慰，你的确花了功夫教导阿宁。是阿宁有造化，得太后娘娘与诸位夫人青睐。只是你也别太管束孩子，年轻姑娘嘛，正是虚荣爱美的年纪，低调固然是好事儿，也不能太苛责她。正旦是1年之头，理应穿得隆重些。哀家赏赐了阿宁2匹浮光玉锦，是侯府过年太忙，没来得及做衣裳吗？这句话可太有深意了。自己打扮得光鲜漂亮，而女儿穿着淡雅朴素，这实在是不像话。太后看不过眼，直接点出来了。白氏的脸色发白，急急忙忙站起来要给太后跪下。娘娘，免礼，只是闲话琐事。哎呀，过年都忙，谁家不是忙中出乱呢？哀家不是责备你。然后看了一眼其他的诰命夫人，诰命夫人们当即附和。他们顺着太后的话抱怨自己过年的乱事，一时之间欢声笑语，表面上一派祥和，可内里却引发了波澜。走出寿成宫，议论声就会把镇南侯夫人给淹没。要是他过年再敢带白丝绒出门交际的话，那猜测就不只是他苛待洛宁了，到时候白丝绒得不到好处，还会惹得一身的腥。几人拜年结束，诰命们出来，镇南侯夫人的脸色都没有好转。太后私下里问洛宁：“怎么穿这样素净啊？”才从南边回来，正好是年关，来不及置办。怎么会来不及呢？洛宁回京快要1个月了，从他回京当日起就进宫见了太后，还得了太后的佛珠。镇南侯府但凡是稍微有个3分的眼色，这位嫡小姐大恩人的一切那都是重中之重。说什么忙乱，太后便明白洛宁在侯府中的确是过得不好。2匹浮光玉锦，郑旦都不曾见他穿在身上，就说明了这一点了。阿宁啊，回家后住得怎样啊？太后给洛宁台阶，让他诉诉苦，可洛宁却笑了。
太后娘娘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家宅琐事，民女全可应付。很乐观，很笃定，从容不迫，举重若轻，还如当初替哀家挡刀那样无畏啊！太后便觉得自己没有选错，洛宁适合做雍王妃，洛宁她扛得住事。他们俩聊了片刻，太后吩咐魏公公，剩下的命妇们先回去吧，她累了，不见了。每年正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太后的，而皇后那边却是推辞不了。正旦事忙，过完15，礼部才开印，哀家会同皇帝说，早日给你圣旨赐婚。洛宁起身，恭恭敬敬行礼。多谢太后娘娘。太后携了洛宁的手，让他陪同着用午膳。午膳刚摆好，雍王就来了。他一来，洛宁便起身，不敢与他和太后同席。没在大殿用膳啊？饭菜都是冷的。这是规矩，冷的也要吃。吃不惯。北边苦寒，你什么苦没吃过，竟是吃不惯。这是圣经，有的选，自然要选最好的。雍王撩了一眼他，他黑眸深邃，目光毫无情绪，只淡淡的说：坐下吃饭，寿成宫满屋子的宫婢内侍，用不着你服侍。洛宁应是，挪到下手坐定。太后的饭菜丰盛，内侍每一样都拣一些。洛宁见太后只是尝个味道，自己也不敢多吃，可雍王却是大快朵颐。你饿了就多吃些，哀家上了年纪，不敢贪食。洛宁这才敢多下筷子。他吃饱了，饭后雍王又带着他从西北门离开，一起回了雍王府。雍王是不怎么与洛宁说话的。回到王府，带上洛宁的丫鬟秋兰和车夫，他回到了镇南侯府。回家之后，他先去了老夫人的院子。侯夫人此时还没回来。娘在皇后娘娘宫里，那边赏了饭。老夫人颔首，问洛宁种种情况。太后娘娘说了些什么？两位神母、大嫂和几位妹妹都在，包括白慈荣，他们一个个的眼巴巴的等着洛宁说一些趣事。进宫拜年，整个侯府只有侯夫人白氏有资格，洛宁是破例被召进宫的。都是琐事，不过母亲与其他夫人进去拜年时，太后娘娘叫她别太管束我，说我衣着太过于朴素，没有女孩的朝气。所有人都看向洛宁，老夫人沉了脸。这些事我还以为管家的人都做了，我们洛家又不是破落户，那些祭帖每年收的租子几千两，够给孙女做身衣裳。几人连声屏气，白慈荣也不敢出头，而洛宁安慰老夫人。过后，白慈荣去门口等着侯夫人白氏。一见面就向他通风报信，说老夫人发了脾气。侯夫人深吸一口气，她怀疑自己被洛宁摆了一道，丢人现眼。估计正月的春宴，贵妇们都要说她的闲话了。他立马去了文启院，怒气冲冲：阿宁，把你的香笼都打开，让娘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衣裳。洛宁刚从老夫人的西正院回来，他换下衣裳，穿了一件家常小袄，捧着一杯茶在暖手之时，侯夫人就怒气冲冲地进来了。洛宁看着他，前世时侯夫人白氏气定神闲，用那些隐晦的手段逼得洛宁一次次的发疯，然后对外诋毁他。洛宁当时发疯的样子，大概就像是此刻的侯夫人吧。他心中有了一点淡淡的笑意，估计母亲那时也是如此，欣慰，就是要逼得你自走绝路。而他竟然奢望过母亲替他主持公道，什么公道啊？公道都是要靠自己争的。洛宁给丫鬟秋兰使了个眼色，这才露出了几分忐忑。娘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在寿成宫当着太后和诰命夫人的面说了些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，娘，我没同太后说半个字，只怕太后轻瞧了侯府。娘，是您穿戴太漂亮，生得又好，引人注目。很好，居然倒打一耙。白氏尚未来得及发怒，就听到洛宁继续说：娘，咱们早上一起出门的，您但凡多看一眼女儿的穿着，也不用现在着急回来发火。阿宁，你眼里还有长辈？我有，不管长辈如何，我一直很尊重娘您的。
娘，您眼里有我吗？侯夫人此时已是怒极，哪里听得下去他的话呀，只顾自顾自的开口：“娘待你还不够好吗？当初为了生你。”娘，您想看女儿的香笼，看就是了，何必翻旧账？侯夫人此刻的愤怒，也不单单是她在太后与命妇们跟前落下了口实，也因为她意识到了今年春宴白次荣极有可能会落空了。她筹划多年，只等今春替白次荣大放异彩，衣裳首饰准备了不知多少。洛宁回来在前，太后点拨在后，再推出白次荣，恐怕也没有人敢招待他们。白次荣不仅得不到声望，还会因此而丢人现眼，彻底失去了嫁入皇亲国戚或者权伐望族的机会。侯夫人这才想要吐血，一腔怒意泼向了洛宁。洛宁吩咐孔妈妈带着丫鬟将自己的香笼抬出来，一共2只香笼。侯夫人一眼看见了箱子里的缂丝长袄，更怒了。她走过去，将那缂丝长袄抓起，摔向洛宁的面门。这是什么？便在此时，一行人进了文启院。丫鬟秋兰去报信儿，正好镇南侯兄弟洛银等外出拜年后回家，在老夫人的院子里面说话呢。2夫人、3夫人、大少奶奶也在。夫人要打大小姐，老夫人快救命！秋兰是故意这么说的。老夫人听罢，手微微颤抖。她要来文启院，镇南侯也只得搀扶着她。其他人都巴不得来看个热闹呢，也都纷纷来了。大少爷洛银走在最前头，想要替母亲挡住，但是进门时还是瞧见了这一幕。侯夫人白氏的盛怒几乎不加掩饰。这是吵什么？镇南侯开了口，侯夫人的愤怒顷刻间化为了眼泪，簌簌落下。侯爷，妾身失态了，实在是阿宁过分，他故意穿戴寒酸去寿成宫诉苦。太后娘娘当着几位命妇问侯府是否虐待了阿宁。侯爷，这不仅关乎着侯府颜面，也影响了您的声望。要是御史台拿此做文章，您官是受损啊！镇南侯一听，眉头蹙起，他看向洛宁：“阿宁，你怎么回事啊？”大少爷洛银愤怒地指着他：“他是故意的，他一回来就吃醋，怪我们疼表妹多过于他，如此小肚鸡肠、恶毒自私，哪里有半分世家女的涵养？大年初一做出这等损人不利己的事。”洛宁只静静地看着他们。侯爷，您瞧瞧，这一箱子衣裳，缂丝长袄多贵重，他不穿。老夫人也是有点不解啊。洛宁这时捡起了地上的长袄，抖了抖，而后他把侯夫人扔在地上的长袄给披上。我穿这件去见太后娘娘。爹爹，娘，您二位确定吗？屋中一静，众人错愕地看向洛宁。这长袄袖子短了一截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穿这种明显小了的衣裳进宫，还不如穿朴素一些的合身衣裳了。我回京后，无人问起我是否要衣裳，我到底是女儿家，总不能自己去乞讨吧？这些看似体面的衣裳，都是3年前做的。祖母，爹，娘，我长大了，长高了，我还是搬回邵阳去吧，家里无人在意我。就是这么轻的一句话，狠狠扇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光，也包括老夫人。老夫人从未想过，在吃饭穿衣这些小事上，侯夫人会犯大错，除非她是故意的。老夫人已多年不曾动怒，她此时大发脾气，骂白氏：“忙这样忙那样，亲女儿回来连身衣裳都没顾上给孩子做，你忙什么？是不是把侯府改姓白，你才甘心？”侯夫人扑通一声跪下，白慈荣也慌忙下跪，对老夫人说：“祖母您息怒。”老夫人瞧见了白慈荣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她一个借住客居的表小姐，衣裳比我孙女儿都好，你要把侯府置于何地？镇南侯骆重业急忙劝慰母亲：“娘，您别动怒啊！哎呀，一把年纪了，去除好歹，儿子罪该万死。上不孝，下不慈，母亲和女儿面前，你一样也不周到，要你何用？”
你若不想做这诰命夫人，大可讨一纸休书。连长子洛银也跪下了。爹爹，您别生气。镇南侯一脚踢向了儿子。镇南侯脾气暴躁，妻子打不得，儿子却无顾忌。瞧见他踹儿子那一脚，侯夫人痛哭的匍匐向前。侯爷，都是妾身的错，你要打要骂，妾身不愿，别为难孩子。镇南侯听出了不对劲儿。你儿子是孩子，侄女是孩子，啊，阿宁不是你孩子？嗯，你但凡有一份心在他身上，何至于郑旦丢侯府这么大的脸？侯夫人身子颤抖，那种惧怕几乎将她淹没了。家里家外都是笑话，满盛京城都要看咱们的热闹了。赶紧给阿宁做几身衣裳，才是当务之急。镇南侯应是。今年的春宴，娘带着孩子们去吧，叫白氏闭门思过。再有差池，钥匙账本都交给儿媳妇。温氏没什么主见，她一直爱慕洛银，崇拜婆母，与表妹白慈荣情同姊妹，是个可有可无的人。听到公公说她有点慌，口不择言。儿媳还年轻，怕是……你婆母持家时还没有到你这般年纪，你若是做不了，交给你二婶。二夫人微愣，侯爷，先消消气。她没有像大少奶奶那般慌乱，也没有欣喜，因为她并不曾当真。这场混乱持续了半天才平息。3日内，陆陆续续有新衣送到了文启院。洛宁摸着这些衣裳料子，看着赶工却丝毫不马虎的绣活，眸色安静。前世，他整个正月都一直在养病，只是听闻表小姐是如何大出风头，侯夫人是如何春风得意。如今，侯夫人被禁足了。侯夫人坐在东正院内，正在对账。白慈荣陪在她的身边，不敢吱声。她做了20几套衣裳，各色名贵头面打了12套，如今都在房内落灰。侯夫人沮丧，白慈荣亦然。她还要安慰侯夫人：“姑姑，不争这一时长短。您如今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等大哥成爵，您享福的日子在后头。我可以等。姑姑，我这样的人品与容貌，哪怕等到25，仍有好前途。”哎呀，孩子话。不过，白慈荣这句话很对。镇南侯那个老东西，如果他死了，若银成爵，我堂堂侯夫人还需要像现如今这样受制于人吗？他伏低做小10几年，还替镇南侯生了洛宁，他对得起洛家。洛家的一切，包括这个爵位，都应该属于他。爵位是洛宁挣来的，而洛宁是他生的。阿宁是没喝那燕窝吗？他也忍不住想。洛宁没有出红疹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赶在侯夫人前头进了宫。侯夫人等在宫门口的时候，还以为洛宁是不舒服，提前折返了。在寿成宫见到好好的洛宁时，他脑子都懵了一下。姑姑，我有个小见识，说出来您别笑话。白慈荣握住了侯夫人的手。什么见识啊？我嫁入功勋望族的希望很渺茫，那些人一个个势利得很。可若有机会，我进了天家。侯夫人一愣。现如今后宫的妃子多半是望族举荐到礼部，由礼部送选给皇帝的。光是举荐到礼部就是一条很难的路。把持礼部的也是门阀望族，而望族想要年轻貌美的姑娘，除了自家生的，还可以用旁支的方式把美貌女郎改名换姓，硬生生的变成他们家的人。故而宫里不缺妃子。姑姑，您是诰命夫人，总有机会的。我可以姓白，也可以姓崔、姓郑，只要我进了宫门，以我的才华和美貌，定能得圣宠。如果造化更好，我能诞下皇子，这才是我商宫女真正的脱胎换骨。姑姑，正月春宴不能出头，咱们别沮丧。阿宁解救了太后的命，她又是您的女儿，咱们还怕没机会吗？你说的对，阿宁得了太后赏识，我又是诰命夫人，有望携你入宫。这么说来，我应该对阿宁宽容几分。他冷静了，他要耐下性子，托举白慈荣上高位，不能被小小洛宁逼得狼狈，心灰意冷。
如此想着，侯夫人顿时沉稳了，怒气也散得一干二净。洛宁的确是不孝，欠教训，可是好处又不能少了他的，给他置办一些首饰吧。白氏有的是银子。他怎能给我惹这么多的事儿，添如此多的麻烦？唉，因为他过得太好了。洛家大小姐从小就光辉，她没吃过苦。侯夫人立马想到了白慈荣吃的苦，轻轻搂住了他。洛宁的衣裳做齐了，老夫人拿出珍藏的3套头面赏赐给了洛宁，又拿出了私房钱，去金铺给洛宁订了2套头面。镇南侯母子俩难得闲坐，说些梯级话。阿宁回京后，家里有些不太安生。镇南侯颔首。阿宁她不是阿宁，而是你媳妇，还有那个表姑娘。表姑娘在内院从不与外院利益起纠葛，她还大手笔的送礼，白家也因此给了不少好处。镇南侯对她没有意见。白慈荣还嘴甜讨喜，在镇南侯的心里，她甚至比庶女都可爱几分，对她是有些亲情的。白慈荣住的这3年，府内几乎无人不喜她。哪怕她再好，到底只是表姑娘，怎能取代阿宁成为侯府千金？怪到阿宁没衣裳都不敢讲。哎呀，阿宁太谨慎了。咱们做的不好，她心里不安，这才谨慎。你同你媳妇讲，表姑娘已经及笄，早日送回余杭婚嫁。白氏想在京城替阿荣寻一门婚姻。人人都想往高处，你媳妇与白家也没什么错，只是野心太重。找一门婚事我不反对，但要跟侯府千金比肩的婚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白家不敢如此痴心妄想。和侯府小姐比，白氏没有那么不要脸的。哪怕他妇人之见，白家也不会这样愚蠢无知的。白慈荣啊，他有什么资格跟侯府小姐比呢？那就最好，叫你媳妇早日定下此事。镇南侯想了一下。阿宁比阿荣大，应该先替阿宁择婿，才轮得到阿荣啊。阿宁是侯府嫡小姐，她的婚事得慢慢来，门第人品一概不能有差错。镇南侯还是对此不上心。洛宁受伤耽误了婚姻，为侯府换取了爵位，他最大的价值已经用完了，只剩下灰烬。他没用了，在镇南侯的眼中就可有可无。如今他满17了，年纪大了，想要高门婚姻比较难，可能得往下寻找。而镇南侯他比一般人都势利眼，一个不如侯府的女婿是不配被他多看一眼的。哎呀，娘，这些内宅琐事交给白氏去操心吧。阿宁的幸福你是一点也不顾。哎呀，也交给白氏吧，她是阿宁的娘亲，不会害阿宁的。阿宁最近对白氏太过于忤逆，这是他们母女较量，孩子不听话是要训的。白氏有轻重，娘您别太插手了啊！您一旦给阿宁撑腰，她恃宠生骄，将来嫁出去，她婆家会骂侯府没教好的。老夫人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，只因一点，洛宁的确是侯夫人白氏所出，这点老夫人肯定。做娘的对孩子可能会有不满，气头上恨不能打死他，可到底是亲骨肉，感情上有的。老夫人觉得自己的担忧太过于杞人忧天了。